分享一下我在实行上面怎么做这样子哈。就是家是小型的教会，所以弟兄是长老，那姊妹是执事，那孩子就是圣徒。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家里面呢，怎么经营？那我自己呢，就是第一个当然是从主领受负担哈，因为这个有一段话哈是李弟兄在1978年1月30号在美国加州安纳汉的交通，他是这样子，他说没有一个圣徒应当倚靠别人来建立自己的儿女，每一个做母亲的必须做这事，否则他就不是好母亲，他也绝不会成功。儿女呢，绝不能靠自己母亲以外的任何人建立起来。所有做母亲的必须得鼓励、受训练，来学习如何照顾儿女。依靠任何形式的主日学或聚会来建立你的儿女，这是完全不健康的。那所以呢，这个当然我这是对姊妹们讲的，就是每一个做母亲的就是姊妹都要领受这个负担，来牧养我们的孩子。那不是说弟兄不好，但是我基本上我是不指望弟兄因为他们是非常的忙碌，因为他们如果爱主，他们很忙；他们如果不爱主，他们也很忙。那所以姊妹们，你就需要有同伴这样。那2个妈妈照顾4个孩子，跟1个妈妈照顾2个孩子，的确比较轻省。那我们自己的家也要有经营，我们自己的家有经营，我们才能够去服侍别人的孩子。那因为我前面2个孩子跟后面那个老三差得比较远，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在前面2个孩子身上劳苦这样。那这个我那个时候我2个孩子我就幼儿的时候我就开始定了一个值日生就一个135，一个246。那他们的工作呢，就是妈妈叫就过来。那所以呢，你就让你的圣徒进公用，那你这个执事呢，就可以在这里有好好的经营的。好，那这个所以呢，我这个礼拜一就是135就是哥哥，246就是弟弟。然后我就值日生，那值日生就跑过来，然后把这个拿去丢，把那个拿去放，然后给妈倒一杯水，好，你就可以享受他们的服侍。好，那这个。那这个值日生制度呢，我们一直做到高中到大学他们离开家，那你就可以到小学这个慢慢的这个改变这样。那当然这个有奖励啦，值日生那天晚上呢可以先选故事，然后看卡通呢也可以先选这样，所以值日生他当天是有特权的。那这个还有很多的后面的奖励制度。那第2个呢，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呢，他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彼此尊重。那我们照着传统呢，我们是觉得说大的要让小的，但是旧的圣经的顺序不是这样。旧的圣经的顺序呢是这个老二呢，他就要尊重老大因为神是把他摆在老二的地位他无论怎么样抓夺呢，他都是老二所以这个我们要训练呢，就是哥哥要爱弟弟，然后弟弟要顺服哥哥。所以我是这样，就我们老大呢，这个老二要出来之前呢，我就陪着老大把家里的玩具检视过一遍。我说这个你要呢，还是要给弟弟？好，那给弟弟好，那就分出来，那个就是弟弟的，然后有一部分就是哥哥的。所以当那个老二一出来之后呢，我就抱着那个老二呢，就一直过来跟哥哥讲说，哥哥你的玩具好好玩哦，你给我一点嘛，你分我一下嘛然后哥哥就拿去这样然后我就你这么爱我这样我就在那个中间扮演那个制造和平者，联系他们。然后哥哥就被我一直讲，就觉得他真的非常的爱弟弟。然后弟弟呢，你要玩哥哥的东西，你要去问他说，哥哥可不可以借我玩一下？你就非常的尊重哥哥，这样子你就在他们的过程中建立一种的顺序。然后呢，这个那孩子慢慢会长大嘛那一定会有一些的争吵。那像我老二呢，跟那个老三呢，这个他们就在那个我老三那时候应该2岁多，然后那个老三2岁多，然后老二差不多4、5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要进入这个叛逆期这样。那2岁多呢，每一次讲话唱歌这样，那哥哥就嫌他吵，那哥哥就把口袋呢放满了那个积木，然后就丢那个弟弟。讲话，然后木头那个，然后再讲话丢过去这样子。那5年级的时候，那你这个做母亲的我们要做那个制造和平的，我们不是要做律法师，我们也不是要做审判官，所以我们是要陪伴孩子在过程中怎么经历主。
所以呢，我就跟那个弟弟讲说，弟弟，你去把你的头盔戴上啊，然后他就去外面拿他的安全帽戴上，然后说好，你再去把你的盔甲穿上，他就把他的羽毛背心穿上，这样，然后那个样子就走出来，然后哥哥看了就哈哈哈哈这样一直笑一直笑这样，然后这个纷争就没有了。然后等到晚上陪他们玩倒的时候，哥哥就说，妈妈，我觉得我晚上那样子真的很不应该。我说，对，那你觉得若是你那样做的话会怎么样？他会很危险，会丢了，会伤他的，会伤到他，会怎样？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学习非常的有智慧，就是我们要让哥哥保有他哥哥的地位，我们也要让弟弟能够学习去顺服他。所以像现在我老三呢，在青少年期非常可恶这样，然后我那个老大呢，在家里面就会说，妈妈，我可以打他吗？因为他知道妈妈在的时候呢，不能出手的。那我觉得那个兄弟之间呢，就会有一种的顺序。那小的特别他会用尖叫啊、哭声啊来用他的武器来占住这个妈妈的这个注意。那我们家呢是这个，只要那个小的呢一尖叫呢，他就完了这个妈妈绝对会冲过去这个修理他因为我就会跟他讲说你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你是老三。他就非常的恨得牙咬讲的，为什么我是老三？没办法，我就是老三这样。那当然，那这个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我们会跟我们要圣徒做什么一些配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侍奉交通。但是我们的家里面呢，常常没有侍奉交通。那所以呢，你知道，譬如说我们今天我们邀人来吃饭，然后我们就要我们的孩子表现好。我们带我们的孩子去小孩，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表现好。我们跟他没有侍奉交通。那其实侍奉交通呢，就是要把他带进教会生活。今天孩子是生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他是要跟我们一起过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就要让他进入教会生活。所以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是，每个主日晚上呢，我就跟我的孩子有侍奉交通。那这个侍奉交通呢，交通什么呢？就是说告诉他说，礼拜一爸爸有长老聚会，所以礼拜一爸爸不在。那礼拜二呢，这一周呢，我们要集中祷告聚会，所以我们需要去会所。然后礼拜三有谁要来，然后就一项一项跟孩子交通。那这样子呢，孩子就进入我们的教会生活，然后就再开始再细项的讲说，那这个礼拜一爸爸不在，那我们要做什么呢？那孩子说我们去散步，我们怎么样那就开始跟他们有一些的计划。那礼拜二祷告聚会去会所，那这个我要祷告聚会，那你们怎么办？就开始陪他们去思考，那他们要怎么办？然后去小孩，那他们该怎么办？那譬如说我讲这个小孩好了，我就说那个小孩呢是我的小孩，不是你的小孩，所以呢你们很无聊，但是呢我很喜欢，那你们怎么办？的确，那大人的小孩，我说那个一句这个时钟要转2圈，那这个那你们怎么办？那他就说我画画，我说画画这样就没了。那他说那怎么办？我说那就帮他准备画画的东西那剩下这怎么办？他就说那我就玩机器人就陪他预备机器人。我说预备机器人，可是另外那个谁家的孩子也会来。他说那我就多带一个。那他就说我说好，那就多带一个。我说可是他会抢你手中的，那怎么办？他说那我就让他。所以你知道，你就陪着孩子把那个整个情境都走过，然后你也把那个讲者都讲过。那你的孩子他就当那个实际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教导他，你才有那个立场教导他。但是我们经常不是这样这个我们不开启那我们也不引导我们也不教导，我们就直接管教处罚。所以这个就好像说，今天我这样一个小小的人呢，然后我被一个很巨大的这个很巨大的巨人，然后带上我们一个地方，然后他也不告诉我在这边该怎么做，然后最后呢，我莫名其妙就被挨打，然后被修理。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陪伴我们的孩子带进他进入教会生活那进入每一天的生活。然后再来就你到了小学的期间呢，这个我是这样子，就到了暑假6月28号我就会排一张的表，就从这个7月1号一直写到7月31号，然后8月1号写到8月31号，然后告诉他们这几天是录影训练，这几天呢是什么什么成全，这几天是什么香条，全部把它圈起来，然后剩下的部分呢就
安排他们的暑假作业，然后告诉他你们有特会，你们有亲子园，你们有什么哈，然后全部都把这些放进去，那他们就把他们的作业呢分到这个不同这个空档的时间里面去。那你这样就陪他们做计划，好，那这样子呢，就是说他们自己里面会有一些你就引导他们去思考，所以当然你在做的过程里面，你不会短期看见果效，好，但是这些东西会流到他们的里面。所以我在台南读大学的那个孩子，他就跟我讲说，哎妈，你知道吗？你那些东西哈，其实我都做到我的里面来。那个时候我虽然都做的踢踏踏哈，但是等到我离开你了之后，我就知道，哎，我自己需要安排我的生活，我需要排我的时间表，需要排我的计划表。好，那这个是我在实行上面具体的做法这样。然后再来就讲到这个属灵的喂养，其实我们需要对孩子有属灵的喂养。所以我是每一天早上就讲这个3个造就故事。那造就故事有1000多则嘛那平均呢一天是可以讲3个。那我就写上日期就1月1号、1月1号、1月1号写3则那因为有时候会落掉，然后就可以跳过去这样。那早上那个孩子起床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想要听那个故事，他们就会早起来那有时候来不及了，我就说那就没办法啦，今天只能讲2个啦，谁叫你们起来太晚呢？然后明天他就会更早起来这样然后在那个讲故事的当中呢，你就把这个神呢做到孩子的里面，然后甚至你可以陪他们一起享受一处的经节。所以有一次我陪我孩子上学的途中呢，就陪他一起背这个彼得想前书还后书，若有人因神的缘故受冤屈之苦这在感觉还是甜美的那我孩子呢就在路上呢，我们就导读这个经文，然后就读，然后去到学校呢，他就旁边的同学问他说，哎，你昨天那个什么考几分？他就说78啦。就那个同学就说，老师，他讲脏话这样因为78这个在台语是很脏的话这样。然后这个老师不分青红皂白就说去后面罚站然后他就站在那边说若有人因神的缘故受冤屈之苦，这在神乃是甜美的。他就用这个圣经的话来安慰自己。所以我们需要拿起负担来带我们的孩子给他们有属灵的喂养。我们很多都需要从神说起那譬如说我去俄国有一次我的孩子去外面玩，然后玩那个爬高爬上的游戏器材，就一群俄国孩子呢站在那个最高点，然后就吐他口水，就被吐的满脸都是口水，然后就非常的愤怒，然后冲回家说：“妈妈，你给我1把刀，我要把他们杀了。”那非常的愤怒的。那这个时候我又要顾到见证，又要顾到他的感觉那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真的静下来当下说主该怎么办？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不喜欢俄国？他说我讨厌。我说妈也不喜欢。然后他就说怎么会？你怎么会不喜欢？我说没办法主呼召你爸爸，所以他就要来开展。然后我又嫁给他我又不能够一定要跟他来。然后我又生了你，也不能把你丢下，所以呢，就只好把你们都带来这样。但是我后面加了一句，我说你所受一切的委屈，主耶稣一定报答你。那我觉得那个当下的孩子他就静下来，就说你在那个过程里面，这位神他会顾到我们。那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孩子转到主面前，所以那个孩子他在当下。虽然他会有委屈，但是他后来他就跟我说：“妈妈，其实我很多事情我都不想告诉你，但是我会自己去祷告。”所以我觉得主要，当我们面临很多情况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从神交起。譬如说我老三呢，他4岁多的时候，他晚上11点他在那边尖叫，我说他要玩电脑，他要怎么样这样在那边吵闹这样子。那我就把他抱过来，我说你要玩电脑呢，这个感觉呢是主耶稣告诉你的，还是魔鬼撒旦跟你讲？他说魔鬼撒旦跟我讲。他说那我们要听主耶稣的呢，还是要听魔鬼撒旦的？听主耶稣的这样。然后我就把他抱过来，我说哇，妈真的太感动了，你这么小就会听主耶稣的话。来，我们祷告一下，我们把这个魔鬼撒旦赶跑。
祷告，然后完了之后就送他上床睡觉。就如果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不是回到灵里面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用外面人的办法，我们用强烈制止他的方式，你只不过是把皮球往下压，有一天他就弹得更高。好，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一直引导他，一直引导他。好像他们这个不想去主日哈，这个不是讲1次2次，很多，因为你知道我结婚20年搬19次家，所以这个我能够在这个时候牧养孩子，我相信在座的每个姊妹们，你们都可以做得比我更好，因为这个但是我们是这样子，就领受负担，你要知道这个另外我还要讲一个，就是说孩子带给我们的是欢乐。这个你牧养孩子有效期限，但是你享受孩子也享受这个欢乐呢，也有效期限。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带孩子是一件非常愁苦的事，你带孩子是非常欢乐的事，所以你要去享受那个欢乐。这个过程我太多这个见证可以讲，这个怎么样去享受那个欢乐？那这个有机会再讲。那我们先讲。